兰草慎重的保证。小辉依旧指着家的方向，焦急的叫了几声。很快，斐月就给小辉上好了药，两人只得把小辉放进了小白的背篓里，一行两人三只，这才往家赶去。几人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丰盛他们都围在丰家的地窖边上，不知道在干什么。小金！他直接惊叫出声，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小金，他怎么会？好了，小草，别哭了。丰盛这会儿也难过的不行，安慰的话还没说完，眼泪随着兰草的大哭声也跟着流了下来。为什么小金怎么就没了呢？快看，小金手里拿的是什么？小金爪子上紧紧握着一只藏青色的荷包，丰盛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从他手里将这个荷包拽出来。这里面装的是什么？药材吗？他打开荷包一看，里面并没有什么常用的香料，闻起来有一股清凉的香味儿。他也不太肯定这里面是什么。斐月将荷包接过来，仔细检查了一下，点点头。没错，这里面是一种药材，提神醒脑用的。这个回头拿去给齐大夫看看。小金脖子上的木雕呢？怎么没有了？兰草记得很清楚，自己给小金和小辉他们每只猴子的脖子上都系了个小木雕，只是眼前这只的脖子上为什么没有？也不知道是丢了还是被什么抢去了。他的木雕是什么样子的？有多大？斐月虽然不认识小金，但是见自家姑娘这么伤心，便有心想要找一找，说不定就找到了呢。他的木雕跟大白的差不多大，是只小猴子抱着桃子啃。我给他们每一个的木雕都不一样，全都挂在他们的脖子上。没想到小金特别喜欢这个院子，就让他留在这里吧，每天看朝阳看落日，看着院子里的四季风光。丰盛一边说一边跟大河一起在院子一角挖起了坑。小金，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报仇的，不会让你孤单的。等我报了仇，一定要让你看我处决他们。丰盛恶狠狠地说着。大河虽然不理解一只猴子跟自家姑娘还有二爷的感情有多深，但是看着他们难过的样子，只尽心尽力做好手里的活，挖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坑。让这些木雕跟着小金吧，他以前可喜欢了。兰草红着眼睛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好几个小木雕，都是各式各样的小猴子。还有这一包吃的，这原本就是我专门给他准备的，只是没想到小金居然一口都吃不上了，全留给他吧。丰盛也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各式各样好吃的，都是小金以前从来没吃过的。姑娘，要不我们下山吧，这里也没法住人，而且也不知道那些坏人走远了没有，这样待在山里也不安全。斐月是无论如何不想让自家姑娘继续待在这种不安全的环境里。可是我们还没抓到那些毁了我家的人。兰草有些不甘心，她想亲手抓住那些来捣乱的人。放心吧，来说和石头之前已经放出信号了，家里那些护卫很快就到，有他们在，那些坏人跑不了的。丰盛也不想让小丫头继续待山上，便跟着上前劝说。那抓到人了，要让我多抽几鞭子。行行行，奴婢到时候一定把人留着，让姑娘多抽几鞭子，还要让他们把房子重新修好，然后再送他们上路。在几人连哄带骗之下，兰草跟着丰盛几人下山了。有人，大家小心，先藏起来埋伏他们。兰草扔下一句话，呲溜一下就窜到路旁的大树上，其他人也很快各自找合适的位置藏起来，就连大白和小白都跑进了林子里的小土包后面藏了起来。很快上山的那些人就慢慢的靠近了。阿哥，怎么会这么远呀？还要多久才能到啊？魏康气喘吁吁地问。不知道，我也没有去过。自己是真不知道小草住在哪里，他只在半道上碰到过人，知道是顺着这条路往上走的，于是他就带着一行人一直往上走。李家几个大舅哥和侄子们倒是没有多大反应，他们都是出力干活又练武的，这点路程对于他们来说还真不算什么，一个个只是有些微喘而已。不是阿哥，那你带的什么路啊？魏康不满地嚷嚷着：“闭嘴吧你！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们家会出那么多人陪你上山，你还埋怨上了。”蓝安平现在可是一点都不怕魏康，要知道自己的这些大舅哥和侄子们可都不是吃素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护犊子。魏康今天如果再敢动手，指定得不了好。可是你都不知道地方，还怎么给我带路？你就不怕我们这些人在山里迷路了？魏康看了一眼身后这一群人高马大的李家众人，说话的语气也放缓了许多。他今天确实不能继续跟老二动手了。李家这些人貌似都是练家子，先不说武力怎么样，单单在人数上就不容小觑，自己肯定也占不了便宜，还是老实一些好了。放心好了，我们呢，保证把你带下山去。李家大舅哥看着有些紧张又有些狼狈的魏康，没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就是怕迷路啊，
魏康有些尴尬的笑笑，不识好人心。如果不是担心你，为了送你去跟你闺女相认，我才不会在这个时候进山呢。要知道前几天可是有不少陌生人进了山，为的什么我是不知道，但是看起来不好惹却是真的。蓝安平撇撇嘴，哪里不明白魏康这会儿的小心思。好，那小弟就多谢二哥，多谢李家几位哥哥和侄子们，回去以后定有重谢。你要不是我亲弟弟，谁稀罕给你带路啊？说不准碰到那些人还要周旋一番呢。斐月在魏康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听出了他的声音，只是奇怪这个人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上山。兰草原本还因为小金的事情有些难过，眼睛还红红的噙着泪，这会儿听到两人的对话，他的注意力也渐渐被这一群人给吸引了过去，同时也在心里猜测他们上山干什么。谁有埋伏？快找家伙！还是一直跟着一行人后面的两个李家小辈发现了伸着脑袋往外看的大河，立马就大喊着示警。蓝安平一行的所有人立刻紧张起来，大方和老高更是将魏康护得紧紧的，生怕自家老爷有什么不测。就在他们严阵以待的同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树上滑了下来，笑眯眯地站在了一众人的面前。蓝二哥，魏老爷，别紧张，是我们。风声。魏康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自己这会儿光顾着爬山了，体力已经有些不够用，这要是对上敌人，还不知道是个什么后果呢。没想到先遇到你们了，都别紧张了，是自己人。魏康环顾四周，只见封家其他人陆陆续续从枯草中都走了出来，却没有见到蓝草的身影，便有些着急地问：风二爷，你家小草呢？他不是跟你们一起上山的吗？喏，树梢上的。丰盛也没为难这人，顺手指了头顶树梢的位置，便径直走向蓝安平。你这脸怎么回事啊？怎么被打成这样？丰盛明知道对方是挨过打了，这会儿故意过去恶心他一下。谁让这人以前在蓝家的时候装瞎子呢？蓝安平尴尬地摸摸自己的脸，结果还沾了一手膏药。那什么，我跟久未回家的小弟闹着玩呢，不小心撞到脸了。哟，撞挺巧嘿，全撞到脸上了。丰盛越看蓝安平这个样子越想笑。小草，你快下来，上面危险！魏康的惊呼声直接打断了丰盛跟蓝安平还有李家几人的寒暄。你干什么？把他吓得掉下来怎么办？丰盛被这一声吼给直接吓得跳了起来，不满地瞪了魏康一眼。我这不是怕他爬得太高有危险吗？我这侄女在山里摸爬滚打1年多了，如果没有一点本事，早就被山里的野兽撕爆完了吞进肚子里了。你这个样子只能害了他。丰盛今天对上魏康就没什么好脸色，这人很明显要跟自己抢小丫头，他心里能舒服才怪了。魏康只是讪讪一笑，虽然奇怪丰盛的态度，不过也没在意，一双眼睛紧紧盯着树梢上的蓝草。蓝草将下面几人的对话都听在耳朵里，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周围确实没有外人，这才麻溜的从树上滑下来。小草，你没事吧？见到蓝草从树上下来，魏康第一个冲到他面前，紧张又热情地询问起来。没事啊，我很好。不对，你的眼睛怎么红了？是不是刚刚哭过了？没什么，山上的家被人毁了，我们正准备下山呢。整个人都有些蔫蔫的。什么？你在山上的家被毁了？什么人干的？你有没有受伤啊？蓝安平紧张地问。他之前是见过好些陌生人经过他们村子往山上去，当时许多人家都紧闭院门，不敢上去盘问。不知道，没见到人，反正山上是不能住了，我们最好的伙伴也死在了家里。丰盛提起山上的家还有死去的小金，神情也是一阵落寞。我们呢，还是先下山吧，其他事情等下山之后再说。对，先下山，其他事以后再说。其他人也跟着附和，他们都是平头老百姓，哪里敢跟那些凶神恶煞的人硬刚，而是拉着蓝草带着封家其他人跟着一起往山下走。一路上魏康一直想办法要跟蓝草多说几句话，但是都被丰盛给打断了。渐渐的魏康也回过味来，只怕这封家二爷是故意的吧？难道他知道些什么？二哥，你说这个丰盛是不是知道些什么？要不然为什么我只要跟小草说话，他就故意出来打岔？他们知道些什么？我想起来了，之前小草还没有去府城的时候，我将我的怀疑跟他讲了一遍，可能丰盛也是知道了这个吧。你怀疑什么？我跟他说我怀疑他不是老大家的孩子，有可能是家里老三的女儿，要不然老大一家不会那样对他的。蓝安平老神在在，冲魏康挑挑眉。你，他感觉自己的一张老脸这会儿烧得很，难怪自己第一次拜访封家时，丰年那么客气，就连丰盛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也跟着一起接待自己，只怕自己一上门，他们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想必也调查过了姚家，要不然也不会在发现自己生病时特意留下来等自己好几天。这可真是让他们看了一场笑话。魏康在心里替自己尴尬了一把，
他这会儿怎么看都觉得丰盛在笑话自己。哎，算了，这玩意儿先下山要紧，可别跟那伙杀人不眨眼的东西对上了。一群人刚刚走到山脚下，迎面就对上了封家的一众护卫。他们在镇子上看到山上放出的信号，立马骑马赶了过来。他们这段时间经过斐月的刻意训练，一个个比之前在府城的时候不知道强悍了多少倍。这会儿一个个都带着武器从镇上冲过来，吓得路上行人都远远的避开。二爷，大姑娘！一众护卫见到家里的2个主子好好的，赶紧行礼问好。老叔，带他们到那边的小院去认认门，可以把马匹留在那里，然后再上山。哎呀，安平啊，既然这边没什么事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他们几个还要去镇上上工呢。李家大舅哥不想掺和其他的事情，便打算告辞。大方，送送李家几位舅哥和侄子们。魏康对于李家人的印象很不错，至少比姚家人朴实多了，便示意大方送送他们。是，老爷。大方怎么能不明白自家老爷的意思？送李家众人的同时，从怀里掏出一个荷包来，塞到李家大舅哥的手里。这里面可是有不少碎银子的，够他们几家分了。李家众人个个喜笑颜开，连连朝魏康和大方道谢。这一趟跑的可真值，荷包里的银子分下来，足够他们几家过个美美的肥年了。小子，我也先回去了，这跑了一趟哪都疼。你跟我一起，我让你嫂子给你做好吃的。蓝安平这会儿也打算离开，他虽然跟封家人见过几面，但是交际确实不多。同时他也知道封家人其实是厌恶蓝家人的，因此他也知趣的不往上凑。不了，我再待一会儿，明天正式拜访你家。魏康可没忘记自己今天是来干什么的，他的闺女还没认，这会儿也没心情去老二家里啊。那行，我就先走了，你再留会儿啊。蓝安平见魏康不愿意离开，也就不强求了。他跟蓝草和丰盛2个打了招呼之后，就快走了几步，跟上李家众人一起离开了。这边来顺带着一众护卫去了李家庄的小院。现在的丰盛可是一步都不离开蓝草，生怕他被魏康给忽悠去了姚家。丰盛则倔强地挡在魏康面前。魏老爷，你二哥都走了，你怎么还不离开？方二爷，我知道你们家早已经把我调查得清清楚楚，也早就知道我和小草的关系，你就让我过去跟他说几句话吧。魏康厚着脸皮跟丰盛打着商量，他知道封家人不会轻易让他认女儿的，要不然他们同行了这么长时间，也不会就这么眼睁睁地看自己的笑话。魏老爷现在是代表你自己，还是代表整个姚家？哎呦，风二爷，你可急死我了！我现在代表我和我家夫人。魏康这会儿急得脑门上都要冒汗了，这封家二爷小年纪还挺难缠，闺女的心情很不好，看样子又要哭鼻子了。自己想要过去安慰几句，居然还被这小子给拦着。魏老爷，就算你代表的是你和你夫人，但是你确定现在就要谈那么重要的事情吗？非要在小丫头这么难过的时候？丰盛环顾一下四周，冬天山脚下的小村子格外萧索，这人要在这里认亲？魏康被丰盛这么一提醒，顿时感觉一盆凉水从头上浇下，让他原本火热的心变得拔凉拔凉。他下意识去看了不远处兰草所在的位置，发现对方守着一只羊旁边，一直盯着背篓看，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自己。魏康有些疑惑，明明第一次见到这孩子的时候，对方小心翼翼地接触自己，还送了自己一个竹筒，那里面装的水还挺好喝。只是为什么再次见到这孩子的时候，对方却反而回避自己？就算是一路同行回到清溪镇，他都没有单独跟自己相处过，为什么？这让魏康百思不得其解。魏老爷，我们都知道你要说什么，只是你想好以后要怎么安排我家姑娘了没有？如果没有想好，我劝你还是回去想好了再来。这一下还真把魏康给问住了。他前一段时间一直想着到东河村看看，给闺女报仇出气，昨天晚上到现在则是因为听说女儿还活着，一直想着该怎么跟她相认，想着给她买许多吃的穿的玩的用的。他还真没想过父女相认之后该怎么安排兰草把她带回姚家。魏康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立马就被他摇头否认了。刚刚他只想着早些跟自家闺女相认，完全忽略了对方的心情，这实在是不应该。一时间魏康直接愣在当场，他很清楚姚家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至少跟封家比起来是真的不怎么样。如果把孩子带回姚家，必然会受许多委屈，至少姚家老太爷那一关就过不去。所以说魏老爷还是想清楚再来吧，我不允许任何人让我家姑娘伤心，亲爹也不行。那还请封二爷把这块玉佩交给那丫头吧，明天我再去封家。魏老爷还是以后亲自交给她吧，还是让人家自己送才更有意义，不是吗？行，那我先走一步，这山上你们还是不要待，不安全。魏康听到丰盛这样说，之前还有些郁闷的脸上一下子就笑开了。他知道封家并不太过为难自己，可能今天真的不是个适合相认的日子吧。接着魏康远远冲兰草挥挥手，也不管对方有没有回应，便傻乐着跳上了自家马车。
这猴子怎么伤得这么重啊？我们回山上时发现的，整个猴群现在就只找到它一只，还有一只已经死了。那些猴子不是跟你们家关系挺好的吗？山上是不是还出别的事情了？我们家被人砸得乱七八糟，没法住人了。什么？居然有人砸了你们家？你们没事吧？没事，我们回去的时候没碰到人，只是可怜小辉受了这么重的伤。他这伤，我再去开一个方子，你们回去之后熬水给他清洗伤口，他也能够恢复得快一些。齐大夫见两人都没事，便放下心来，然后起身去写方子。既然小辉没什么事，那我们先带小辉回去了。你们回去吧，这几天不要乱跑，山上捣乱的那些人还没有找到，还是小心的一些比较好啊。知道了，齐大叔，我不会乱跑的。当天下午，兰草和丰盛两人一直守着小辉，两人就连做功课的时候也是将他安置在书桌旁边的竹筐里。小叔，这都快过去一整天了，山上怎么还没有动静？你就放心吧，有绯月盯着呢，山上如果有消息，咱们立马就会知道的。只想快点抓住那些人，也好出一口恶气。这些人真是坏死了，把我辛辛苦苦盖的房子都糟蹋成什么样子了。兰草气呼呼地捏紧了小拳头，一副立马要上去跟人拼命的架势。到时候一定会让你出气的，就放心吧。你打算就这样一直避着魏康，不想认下这个亲爹吗？那得看他以后有什么安排了。如果他执意要带我去姚家，那我是万万不会认他的。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如果那魏康不靠谱的话，凡事还有我呢。再说了，你可是上了我封家族谱的人，不是那魏康想带走就能带走的。再说了，还有绯月在呢。小叔，你是不知道，离开府城之前，我可是见过那个姚老太爷了，他真的是一点都不喜欢我。兰草闷闷地低头抠着手指。你见到姚老太爷了？什么时候啊？我怎么不知道？就咱们离开府城的前一天晚上，当时想着是去见最后一面的。我那个亲娘极其宝贝他的儿子，那个姚老太爷已经认出我了，依然很厌恶。那个姚老太爷居然认出了你？那最开始魏康怎么没认出你？好像是我长得像早已经去世的姚家太夫人，而魏康是后来到姚家的，根本就没有见过姚家太夫人。兰草也是事后才想清楚这里面的弯弯绕。小草、丰盛、东家，让我来告诉你们，有个病人是身上的伤是被野兽撕咬的，正在医馆。有人被野兽咬了？野兽只有山里才有。那不是……丰盛和兰草对视一眼，立马就反应过来了，这个受伤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他们有几个人？有5、6个人吧，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受伤最重的那人似乎是他们的头，听那意思，他们在山里还折了几个针呢。走，我们去看看。丰盛说着，直接抽出腰间的软剑。小叔，先把剑收起来啊！小草，别拦着我，我们要去替小金报仇。你们在家等着，我过去看看。然后扔下一句话，直接朝院外走去。在没有弄清楚那些人究竟是不是自家的仇人，绯月怎么可能让他们两个出去冒险？要不咱们悄悄摸过去看一眼？好，我们就过去看看，先不动手。两人翻墙出去的时候，迎面就对上了打探消息回来的大河。姑娘，您和二爷这是要去哪里啊？我们去医馆看看，你打探的怎么样了？哦，我在李家庄那边问了好几家人家，都说最近确认来了好些外地人，他们之前还在村子里面打听封家人，看门的雅叔也被人问过，听村里的那些人的意思，似乎是那些人穿的衣服都不一样，所以他们断定应该有差不多4伙人，其中1伙人个个凶神恶煞，狂傲的不行，手里都有兵器，把村里的小娃都给吓哭了。还有那个蓝安平家的小子说，他们一群孩子在学堂外面比赛尿尿时，听到那些人说什么找宝贝，必须到深山什么的，看样子他们的确是在找什么东西，只是不知道在找什么。姑娘，那山上有什么，那些人都要上山去找。这谁知道？我们在山上那么长时间也没发现什么呀。兰草现在一点都不怕那些人能在大山里找到什么。要知道，上次国师府的那个妖孽男人把放爷爷雕像的小棚子带走之后，山上可一切都很平常。他之前还在那棚子附近转了许久，都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想必能跟爷爷相遇，这也得看缘分。姑娘，你们现在在医馆做什么？医馆那儿来了1伙人，只怕就是我们要找的。齐大叔那边确实来了1伙人求医，他们一个个全都受了伤，而且像是野兽撕咬的伤。撕咬伤？那还真有可能是其中1伙人。绯月已经去了，咱们过去之后先看看再说。都听姑娘的。他在医馆的屋顶，兰草就开始四下寻找，只是那些人还没看到，倒是先让他找到了绯月。他这会儿扛着一个昏迷过去的人，径直往医馆后门的方向过去。在出门的那一瞬间，绯月回头看了一下兰草几人所在的方向。走吧，我们过去。丰盛这时也看到了绯月刚刚的那一回头，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招呼兰草和大河一起出去。就这么直接来到镇子外面的林子里，绯月才将那人扔在地上。
只在那人身上点了几下，那人便悠悠转醒。你们是什么人啊？闭嘴！现在是我问你，直接把长剑架到了他的脖子上。你有话好说。说你是哪家的，在哪里受的伤？我来清溪镇探亲，路上遇到了山贼，被他们打伤了。说谎！你们那么多人都是来探亲的。那人发出一声极为凄厉的痛呼声。老实点，再敢说谎糊弄我们，就不是刚刚那一脚了。给你一次机会，回答刚刚的问题。我们来清溪镇那边的山上找东西，其实找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主子只说让我们找找。那人这次老实了许多，不过他说的跟没说一样，自己都不知道要找什么。你们是哪家的？在山上都做了什么？身上的伤又是怎么来的？我们是府城姚家的。那人眼珠子一转，胡乱报了个家门出来。哦，哪个姚家？姚家？这么巧，这也太巧了吧！姚家家主还跟我同行，他家下人就已经在山上脚风脚雨了。几人对于这人的话立马就怀疑起来，说你来自府城哪个姚家？大河的脚直接放在了那人的肩膀上。府城就那一个姚家，我们老爷可是姚家家主啊。哦，你是魏康的人？是我们老爷就是魏康。看样子这人还是不老实啊。大河，不用客气，让他醒醒脑。斐月说着便往后退了几步，大河的拳头落在那人身上发出的响声。让你说谎，让你攀着别人，让你胡说八道，不说实话就打断你的四肢，再拔了你的舌头，你也不用说了，然后再挖出你的眼珠子当球体，最后直接把你扔回山上喂狼。丰盛那边又是一脚踹到那人的伤处，原本已经快要晕过去的人再次被疼得清醒了过来，他一脸恐惧地盯着大河。说吧，我们听着呢。你是哪家的？在山上都做了些什么？你们身上的伤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真的是府城姚家的人，只不过我们是姚家五房的下人。姚家五房？你们怎么会来这里？是我家老爷可是姚老太爷的亲侄子，他听说魏老爷要到东河村，便派我们来劫杀对方。几人都被这人的话给惊了一下，居然有姚家人要劫杀魏康，而且一早就打探好了他的行踪。你们老爷怎么知道魏康要回东河村，还特意赶在他前面跑了过来？兰草有些奇怪，我这个亲爹来东河村的事情还广而告之了。是我们老爷安插在姚家主院的人传回的消息。他知道自己这些话一说出来是再也回不去了，自己在老爷那里就是一个被煮的东西，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不是要劫杀魏康吗？怎么会跑到山里的？丰盛还是想不明白，这些人明明是杀人的，结果人都还没等到，他们却跑进了山里，而且还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是何家人和李家人，我们刚来到清溪镇就碰到了他们。他们说东河村的后山有宝贝，据说价值连城，还能造福后代子孙。我们头被说的有些心动，就跟着他们一起进了山。那些人真不是东西，事事都让我们姚家人打头阵，遭遇了狼群，他们却跑得飞快。好在我们手里的家伙都比较趁手，折了几个人之后便逃了回来。身上哪里有什么宝贝，他们两家人就是想让我们打头阵送死的。何家、李家，这是哪两家？就是李知府的李家，还有李知府的娘家何家。是他们。何大爷已经死在牢里了，那何家人全听李夫人的。你们在山上都做了什么？我们就是在山上乱窜找宝贝啊，只可惜宝贝什么都没找到，还被一群猴子给驱赶着逃命。猴群？什么样的猴群？你们把他们怎么样了？没怎么样，我们要去那个院子休息，他们死活拦着不让我们进去，然后老大带着我们骂骂咧咧就走了，还被那些猴子们扔石头追出去老远。那人想起之前被猴子驱赶的经历，也很是无语，也不知道那院子里有什么让一群猴子那么在意。你们走了，那其他人呢？不是还有李家和何家人吗？我们逃进山里没多长时间，就碰到了狼群，拼了老命才从山上逃下来，这才刚到驿馆没多久，就被你们带到了这里了。他们原本是要劫杀魏康的，结果还没等到人，就被诱惑到山上找宝贝，结果宝贝没找到，却遭遇了狼群，好不容易捡了条命回来，却被带到这冷死人的林子里挨打。你们打那些猴子了？没有，我当时就只顾着逃命了，哪里有时间打那些猴子？那些猴子凶得很，要是被他们追上，还能有好？那人并不承认自己伤过猴子们。不对，你们手里都有武器，不可能只逃跑不反击的。兰草可是亲身经历过被猴子追，当时自己还朝他们扔了石子了呢。他不相信眼前这人说的话。是老大他们逃跑时拿着刀砍来着，至于有没有砍伤猴子，那我不知道了。既然这样，这些人就交给你们处理了。我和姑娘去找他们老大，顺便告诉魏康一声，要杀他的人
人就在这镇子上。斐月见问的差不多了，就打算带兰草离开。接下来的事情，估计自家姑娘看了会有些不适。让你们欺负我家小辉，让你们害了我家小鸡，我打死你们！兰草见斐月要带自己离开，当下从腰间抽出鞭子，直朝着地上那人抽了过去。这一次他可是用了不小的力气，一定要为小金和小辉报仇。看在地上那人已经被抽得翻白眼。走吧，姑娘，我们得过去把这事儿告诉魏康。要知道那伙人也在镇上，这要是碰到一起发生个什么，你以后不得后悔。你们快去吧，这人交给我们。姑娘，我们先去客栈告诉魏康一声吧。好，先去客栈。说着，他率先运起身法，直接往镇子里窜去。斐月紧跟其后。小姐，您这是？老高是知道兰草和自家老爷是什么关系的。你家老爷去哪里了？老爷去医馆找齐大夫了，说是之前开的药用完了，要过去把个脉，再抓几副药回来。他一个人去的。兰草心里一慌，就算那些人已经受了伤，但也不是每个人都不能动了的。如果真有那不要命的，直接将魏康给解决了，那岂不是就出了大事？不是，大方跟着老爷呢。老高愣愣的回答，他不知道小姐这大晚上过来找老爷有什么事，不过看样子倒是挺急的。要不要老奴去喊老爷回来？不用了，我自己去找。兰草和斐月离开客栈之后，直奔医馆，生怕晚一步魏康会遭遇不测。斐月，你的速度快一些，你先过去。兰草即便是用上身法，也没有斐月的速度快。姑娘一个人行吗？这镇子上现在可不太平，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少人藏在暗处呢。你去吧，这里离医馆也不远，我很快就追上你了。再说我手里有可以防身的药，有危险也能自保。那姑娘小心一点，奴婢通知完他们就回来接应你。斐月又叮嘱了一句，这才加快速度往医馆那边去。兰草到医馆屋顶的时候，发现医馆里正闹哄哄的，医馆里的伙计忙前忙后，一个个都很匆忙，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还有一个伙计从房间里端出一盆血水出来。这是咋啦？这里怎么这么乱？没什么，齐大夫和另一个大夫正忙着给那牧人治伤呢。刚刚他们太吵，齐大夫就麻药让他们全睡着了。那魏老爷呢？在那边正看着书呢。斐月指了指齐大夫在后院休息的那个房间，里面有灯光透出。他的心可真快，就没跟那几个人碰面。兰草擦了一把额头上渗出的汗，低声嘟囔了一句，不知道，看样子是没见过那些人，要不然不会这么淡定的看书。你过去提醒他一声，这几天小心一些。兰草心里还是很担心魏康的，要不然也不会这么着急跑来提醒他。姑娘不过去，我就不去了，你去吧。兰草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她其实心里还是怕的。那好吧，奴婢去也行，只是姑娘不能乱跑。不过这样也好，自己也是有话要跟魏康说的，事先警告一下他还是可以的。斐月推开了魏康所在的那个房间的门。斐月姑娘，你这是……魏康虽然跟斐月并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是很清楚这人就是自家闺女身边的厉害人，把封家的护卫整得叫苦连天。魏老爷，您这几天在镇上还是小心一些，我们抓到一个人，得到了一些跟你有关的消息。跟我有关？什么消息？斐月姑娘坐下说。那人说他们是府城姚家五房的下人。居然是五房的人，他们怎么会知道我要回东河村的？魏康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看样子他是想到了什么。想必魏老爷是想到了什么，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我家姑娘让我提醒你，这几天不要乱跑，要小心一些。虽然那些人暂时做不了什么，但是不代表他们就放弃了。斐月打算把这事说明白，得让这人记住自家姑娘的好。是小草让你来的？魏康听了斐月的话，脸上的阴沉一下子就褪去，转而换上一副欣喜的模样。是的，你可不要辜负了我家姑娘的一片好心。如果自己跑出去找死的话，我们可不会管你。是，我不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的。只是还请斐月姑娘告诉我那些人在哪儿，我也还有个防范不是？齐大夫正在给他们处理伤口呢。什么？他们居然就在眼前？那……魏康的第一反应是就在医馆里解决了这些人，但是他又想到不能连累齐大夫的名声，还是默默地收回了之前的想法。魏老爷这2天还是不要往医馆跑了，这伙人我们自会收拾，他们在山上可是干了不少坏事。斐月见魏康面露难色，便知道他在想什么，无非就是想解决这些人，又不想连累齐大夫。那还真是多谢斐月姑娘了。如果不是这些人在山上受了伤，只怕这次自己也会凶多吉少吧。我也是看在我家姑娘的面子上才帮你，还望你以后好自为之。魏老爷还是趁那些人没醒过来回客栈吧，你这样待着，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不是上赶着送死吗？斐月说完之后也没有停留，便直接出了房门。他也跟着出了齐大夫的房间，打算再次向斐月道谢后再离开。谁知他才出了房门，就见斐月飞身上了屋顶，而他旁边还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小草！魏康激动地上前一步，他没想到自家闺女居然在外面等着，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跟斐月一起进去。你快回去吧，有事明天再说。如果齐大夫那边有个早醒的回
混蛋发现了他，还不得拼了命的要杀他？魏康连连点头应下，然后脚步轻快的出了医馆。姑娘，我们要跟着送送他吗？斐月见兰草一直盯着魏康离开的背影看，便轻声提醒了一句：不用了，他也是有功夫在身的。经过我们这一提醒，他一个大男人还不至于让我一个小娃去保护吧？好，那我们回去吧。另一边，他们一早来到镇上，就是为了找机会对封家2个孩子下手的。只可惜他们来得早，封家2个小娃居然在路上耽误了好些天。这些话也是那人跟在何家人身边时听他们议论时记住的。现在为了卖丰盛一个好，想让对方放自己一马，便一股脑将他听说的事情全都讲了一遍。这会儿居然还敢派人来清溪镇杀人，看来这个李夫人是真的不把李知府的前途放在心上，要不然也不会明知道封家跟国师府有关系，还这样明目张胆打发人过来。丰盛和大和将之前抓到的那人关进自家密室之后，还没等喘口气，就见到山上传来的信号，两人没有犹豫，便骑着马往山上赶去。姑娘，您起来了，昨晚睡得可好？魏老爷来了，这会儿正在外面等着呢。姑娘一会儿可要去见见。魏老爷来了？怎么这么早？只是听门房说他老早就过来了。那我洗漱一下就出去看看，晨练的事情再说吧。刘婶一会儿将小慧安顿好就行，她现在比昨天好上一些。兰草今天并不打算继续逃避下去，而是准备洗漱完毕就去见魏康。老奴记下了。魏康直接被门房带到了主院花厅中等候。兰草过来的时候，他正在打量花厅中的博古架上摆放的木雕，这个木雕雕的正是丰年推着板车，兰草带着花环坐在板车上，2只羊在前面奔跑，丰盛和丰收跟在丰年旁边帮忙。他们一行人的旁边的树上还露出几只调皮的小猴子，显然就是小辉他们。魏康不由得被这栩栩如生的木雕给吸引了全部心神，就连兰草已经来到花厅都没有发觉，他只是痴痴地望着那木雕，感受着从里面散发出来的浓浓的喜感。兰草见他看花厅里的木雕有些入迷，心里自豪的同时又有些复杂，不过他这会儿也没有打扰魏康，而是自顾自地跑到院子里的练武场上开始晨练起来。这可是他已经坚持了差不多1年的习惯，可不能因为其他的事情耽搁。兰草在院子里甩鞭子的声音惊醒了已经入迷的魏康，他这才回头走出花厅，见到是闺女在练武，便也跟着在练武场中打起拳来。期间两人一句话都没说，直到半个时辰后，两人这才收工。刘婶已经把饭做好了，我们一起用早饭吧。兰草现在面对魏康还真有些无措，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对方，不知道要用什么态度面对他。好。魏康则没有兰草的忐忑，一张脸都快要笑出花了。他接到兰草的邀请之后，欣然地应了下来。之前可是听门房说了，丰盛今天不在，那个不好惹的斐月也不在这里，可以和闺女独处了，真好。来，小草，喝碗粥。来，吃个鸡蛋。魏康小心翼翼地给兰草剥着鸡蛋壳。来，小草，尝尝这个。小草看着面前有些笨拙地照顾自己吃饭的魏康，兰草的心里是暖的。一顿尴尬又温馨的早饭过去之后，两人这才正式开始说起这2天一直回避的话题。小草，你是不是早已经知道了我是你亲爹？是。兰草也没有回避，直直盯着魏康的眼睛，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你真的知道？什么时候啊？在你们家人把王氏活埋的时候。王氏活埋的事情你都知道？这魏康这一次是真的被惊到了，他居然没在这小丫头的脸上看到一丝害怕。是啊，我过去的时候，姚家人刚把王氏埋掉，还没有死透呢。大叔让人把他挖出来，问清楚了当年事情的真相。他说了什么？魏康心里无比震撼，丫头居然亲眼看到王氏被活埋，那他心里会不会害怕？他说当年2个孩子确实被换掉了，他说他来府城就是想让你那儿子悄悄认下他，他也好借此在府城安个家，以后就靠你儿子养着。然后呢？然后王氏说完之后又被埋了。兰草说的那叫一个轻描淡写，这可让魏康心惊不已，而是继续观察兰草的表情。那个恶毒的女人，她有这样的结果是她活该，只是有没有吓到你啊？魏康并不认为王氏死的冤，只觉得让那个女人早早的死了，算是便宜了他。怕又不是要活埋我，这有什么好怕的？这事跟我当初在山里遇到的事情比起来，还真不算什么。害人的人终究是会得到报应的。魏康听到兰草这么说，同样也想起了他之前被蓝安庆扔进后山的事情，眼眶不由湿润了起来。真是苦了你了，幸好你遇到了丰年。丰年就是我爹，这一点想必你也清楚。我现在是丰家大姑娘，是丰年的女儿，以后这个身份都不会变。兰草觉得这事儿有必要跟魏康说清楚，无论他认不认魏康，认不认姚慧欣，自己跟丰家人的关系是不会变的。丰年对你确实很好，这点我很感激。不过你打
打算要一直留在封家吗？魏康有些难受，兰草刚刚提起封家人时那护犊子的样子实在让他激动。我在封家可是上了族谱的，当然会一直留在封家，难道你有什么想法？你就没打算跟我回姚家吗？要知道你娘还在姚家呢。姚家？哼，你这是什么表情啊？那是因为我在拿到王嬷嬷的口供之后就去过姚家了，当时你被打发出门去查账了，你夫人满心满眼都是你们的儿子，你们家老太爷极其厌恶我，要不然当初也不会指使王嬷嬷把我给换走。兰草提起在姚家的所见所闻，心里的怨气再次升起，如果不是姚家人，自己也不会从小就被人搓磨着长大。你去过姚家了？那魏康对于自己的岳丈还是很了解的。想来依这小丫头的性格，还真是不会认姚家的人。我不喜欢姚家，也不会跟你回姚家。兰草直截了当地说了自己的想法。我也不喜欢姚家，其实你误会你娘了，她先是被王嬷嬷蒙蔽，后来回过神之后，已经给我写信，叮嘱我一定要回东河村看看，想办法把你的坟迁回去。让人欣喜的是，你大难不死，居然还活着，我们一家人可算是能够团圆了。不可能，我当时在姚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你都怀疑姚成的身份了，也跟他讲明了，他还一心一意守着姚成，一点都不介意那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兰草想起那天晚上见到的情景，委屈的眼眶都红了。明明我才是那个女人的亲女儿，可是她却只想那个假儿子。魏康见兰草这么激动，知道她不相信自己的话，便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了过去。他不想让兰草心里怨恨自家夫人，母女之间有误会，解开了才是最好的。兰草擦擦眼泪，接过信仔细看了起来，她的心里其实还是有些相信魏康的话的。看完信的兰草久久不能平静，原来姚慧欣那个女人看到王嬷嬷的供词之后才恍然大悟，知道她以前都是被人给骗了，便想办法写信过来，顺便把王嬷嬷的供词也一并带来。这么说她是认我的，我以后也是有娘的孩子了。她没有不要你，只是被坏人蒙蔽了而已。魏康见到兰草现在不再排斥自家夫人，多少松了口气。小草呀，爹很后悔当年你娘快生你的时候带她回东河村一趟，结果把你丢在这里受了这么多苦，是爹没用，是爹异想天开，以为东河村还是自己的家。其实当初那老头把我卖掉的时候，那里就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是爹不好，害你受了这么多苦，害你从小就被人欺负。魏康原本是想替姚慧欣说好话的，好解开母女两人的心结，结果说着说着就开始忏悔起来。可是兰草这个时候一直低着头也不回应他，这可把他急得不行，直接蹲到他面前，紧张地看他的表情。只见小丫头这会儿已经红着眼睛，吧嗒吧嗒地掉着眼泪。小草，你以后不想回姚家，咱就不回了，爹重新给你挣一份家业，一定让你生活得美美的。等爹以后回了府城，把姚家的事情处理完，就带着你娘来看你。小草，你别哭呀，爹知道，爹对不起你，害你受了那么多苦。你放心吧，爹已经替你出了气了。我前天晚上就去扒了蓝安庆的坟，还把蓝安平打了一顿，原本是要再打一顿老二家那小子的，结果被他跑掉了。你放心，以前欺负过你的，爹全都给你打回来。可恨爹来得太晚了，让你受了那么多苦。魏康说着说着，眼泪不自觉掉了下来。女儿小小年纪就被逼着长大，这才6岁的年纪就已经像个大人了。兰草耳边听着魏康的絮絮叨叨，心里回想着自己在兰家的点点滴滴，一时没忍住，已经开始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现在听着魏康一句又一句充满关心和歉意的话，以后自己也是个有爹娘的孩子了。你这不强迫我去姚家？不想回就不回。魏康点点头，试探地伸手摸摸小丫头头上的小包包。不会逼我做我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会，我女儿这么好，为什么要逼她做不喜欢的事情？你不喜欢什么呀？我不喜欢挨饿，不喜欢飞跃我不喜欢检查。兰草一边打着哭嗝，一边掰着手指，说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些事情以后都不让你干，这些都有下人干的。魏康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柔和一些，总怕吓到对方。那我以后遇到事情也能告状。我以前有事都是找大叔的，他会给我出气的。如果这人真想认我的话，可不能比丰年差了。那当然，爹会给你出气的。
没见蓝恩平那张脸都变成什么猪头样了，那可是你爹我揍的。魏康还有些得意的在兰草面前炫耀，顺便表表功，好让这个女儿快点接受自己。那我以前在东河村的时候，天天挨饿，还要挨打，家里人不是不理我，就是打我。我村长爷爷说了几次，他们也不听，我反而被打得更重了，我好疼，每天都是新伤压旧伤，连药都没上过。我身上的青紫和疤痕，一直到住进凤家的时候才慢慢消下去的。他们说我力气太大，会伤到家里人的，把我赶到柴房的草堆上去睡觉。柴房好冷，那里的墙四处透风，还是我悄悄从河里面挖了些泥，把那些缝隙给糊住。我每天要砍2捆柴，顺便挖2大篮子的野菜。这件事情蓝源和蓝浩可是从来都不会干的，我要是砍得少了就会挨打。他们说我是个女娃，是赔钱货，少吃一些没关系。然后我天天挨饿。小浩组长胆告状，他还有火烧我头发，就因为他们要打我。我逃跑的时候挖了后院一棵桃树，他们就要把我扔进深山里，我好害怕。可惜没有人会在意我，还不害怕。我那天早上天不亮，他就背着我上山，只有二婶悄悄地给了我1包干粮和水，还给我拿了一双鞋子。他怕我自己跑回来，还特意绕远走了一条我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上山。趁我睡觉的时候，把我留在树底下就离开了。我好怕，我晚上不敢睡在地面，只好费劲爬到树上，结果才睡没多久，就有东西摸到树上了。如果不是我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树上，当时不是被野兽吃了，就是从树上掉下来摔死，滚下去撞到了石头上，流了好多血，还被雨淋了一夜。我好冷，小鸟把屎都拉到我脑袋上，我都不敢找他们算账，就因为我没有爹娘护着。山里的野兽攻击无助的山洞，我只能半夜从山上逃下来，连火把都不敢点，就怕把那些野兽引过去。后来还是我爹见我可怜，把我带回他家，又给我盖了新房子，我这才慢慢安顿下来。兰草哭着一字一句说着自己在封家的生活，说着自己刚上山时的遭遇，为的就是向魏康告状。自己认识封家人的时候，这些事都已经发生过了，他没有理由向丰年告状。但是魏康不一样，他是自己的亲爹，他就是要让魏康心里难受，让他听了心疼又愧疚，这样他以后对自己才会更加包容。他还特意说丰年是自己的爹，也是在强调自己不是没有靠山。如果魏康想要不着调的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指手画脚的话，他完全可以不认对方。果然，随着兰草越说越多，魏康的神情也越来越悲愤，这会儿早已经泪流满面。他之前也想过自己闺女在兰家遭受了许多不公平，只是没想到居然过得这么差。兰家那些恶毒的人天天净想着搓磨我女儿，不给饭吃，还要干那么多活，只帮了兰青的份还是有些亏了。还有老二家那死小子，就是他最坏，居然用火烧我闺女的头发，一定不能轻饶了他。小叔你快说，我给你倒茶。然后双手托腮，就等着丰盛给他讲昨天夜里的事。丰盛怎么会让他失望呢？慢慢讲起山上的事情来。砰！兰草一巴掌拍在面前的桌子上，那桌子腿不争气的晃了2下。我就知道那个李夫人不是个好东西，跟她那个弟弟一样坏，居然早一步派人来到这里，还上山毁了咱们家。好了，别气了，那李夫人派来的人全都没有落着好，不是被山里的野兽吃了，就是因为伤势过重死掉了，仅剩的2个能喘气的也向那个女人供了出来。这次过后，那个女人还派人过来怎么办？那我们岂不是很烦？放心吧，供词已经交给斐月了，他会想办法从上面将这事儿给处理了，只怕那李夫人以后不会有好日子了。
有翡月出手，那我就放心啦。兰草现在对于翡月那叫一个信服，主要是有国师傅那个大靠山在，办什么事还是很简单的。不是说还有活着的人吗？人呢？还在山上呢，翡月留人守着了，我估计随后就会有人来带走。见到山上的事情说完了，丰盛这才想起他之前关心的问题来。伟康今天过来了，你们聊的怎么样？当个亲戚走动呗，反正我没打算跟他去姚家，他也同意了，只说每年出来查账的时候就来看我。挺好的，姚家不是什么好地方，你没必要去挑那个浑水，现在这样挺好的，就当是多了一个人疼你了。在他看来这样确实挺好，自己又不会拘着小丫头，想干啥就干啥，多自在。他就喜欢封家现在的生活。哦，对了，小叔，魏老爷说给我置办了铺子，我想要个酒坊，以后酿酒卖。兰草提起这个，脸上多了一些笑意。他会酿的酒虽然不多，但是却都不差，开个酒坊绝对错不了。是吗？那这个魏康还算大方，他给你就收着，也算是弥补你这么多年在兰家受的苦了。怎么说都是他们的疏忽，应该的。丰盛也替兰草高兴，至少这个魏康现在看来还算拎得清。两人正说着话，刘书记匆匆地走了进来，说是兰安平过来了，这让两人奇怪不已。他来做什么？不知道，不过看起来挺急的。那就请进来吧，听他怎么说。兰草对于兰安平一家一直不远不近，这人没事儿不往自己跟前凑的。兰安平进来之后就盯着兰草问：你爹呢？我爹在西北打仗呀，你找他有事？这孩子，我问的是魏康。哦，他刚刚离开，你找他有事？兰草刚刚还真没反应过来，这人是找魏康的。老爷子的坟被人扒了，我想问问是不是他干的。兰安平咬牙切齿地说：不可能吧，居然有人扒了老爷子的坟，那以前得干了多少缺德事儿啊，居然这么招人恨。魏老爷昨天晚上在齐大夫那里，今天一早就来这里了，才刚离开。旁边的丰盛努力压住想要往上翘的嘴角，一脸惊诧地说。兰安平被丰盛这么一说，一张老脸腾的一下就涨得通红，自己那亲爹是个什么样子，他这些年最了解了。老爷子哪有那么缺德呀？他也只能弱弱地辩解了一句。他现在也知道封家不简单，所以也没敢在丰盛面前太过放肆。那是对你还有你们二房没有，但是对我家小草来说，难道他不缺德吗？丰盛翻了个白眼儿，不过看在小丫头的面子上，丰盛也没有继续再说什么，而是转身找了把椅子休息。兰二叔，你过来是？哦，我之前去客栈了，他没在，就想过来问问。我知道他这2天啊，肯定是经常跟你在一起。你二伯娘做了一身衣裳，我也给你带来了。兰草听到二伯娘这个词，先是愣了一下，转而又明白过来，说的是李氏。从兰家3房论起来，这可不就是二伯娘了。他伸手接过包袱，交给进来给兰安平上茶的刘婶儿，同时对他使了个眼色。哦，伯娘真是费心了，在家里带着孩子还想着我。这次我去府城，给小弟也带了几件小玩意儿，一会儿帮我带给伯娘。刘婶双手捧着包袱，立马就听懂了自家姑娘话里的意思，直接转身出去准备。小桃有心了，你这次出门这么长时间，我们也是担心得紧。有时间了去家里玩，小浩那小子天天的念叨着你呢。好，那我就先回了，再去客栈找你爹。这时刘婶去而复返，她手里捧着另一个小包袱。兰草依稀看到有一顶虎头帽，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东西。兰二爷还请收下，这是我家姑娘的一些心意，都是一些小玩意儿，带回去给孩子把玩。刘婶得到兰草的首肯，直接将包袱递到了安平的面前。这怎么好意思呢？原该我们照顾你才是啊。兰安平双眼放光，看着刘婶手里的包袱，不过一张老脸再次涨红。媳妇只给这孩子做了一身衣裳，却得到了这么多回礼，我们这不是又占这孩子的便宜了吗？拿着吧，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都是小弟能用到的衣服、帽子什么的。那就多谢小草了。兰安平有些羞愧，又有些欣喜地接过包袱。等到刘婶送兰安平出门之后，小叔，你说大兰老头的坟是谁扒的？他的声音里都透着浓浓的欢快。丰盛当然看出了小丫头的心情不错，不过还是低声提醒了一句：快把脸上的笑给收收，在外面可不能这样。这我知道，我又不傻，不过我就想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兰草朝丰盛翻了个白眼儿，我有那么傻吗？那还能有谁？无非就是仇恨那老头子的人，反正不是你我就行了。这事儿你可别往上凑，跟你没关系。这事儿还是不要瞎打听了。我一定不往上凑。兰草见到丰盛的表情有些严肃，连忙一本正经的应下。他知道随着魏康的回归，自己还活着的事情会被东河村许多人家知道，或许会有人把这事儿
安到自己身上也不一定，还是不要因为一时好奇陷进去才好。嫂嫂，要不我们去县城过年吧？风声越想越觉得这清溪镇不安全，这才回来2天就已经有这么多事情了，他怕自己一时疏忽没照顾好这小丫头。可是我们到了县城住在哪里？几个铺子的后院都有人住了。兰草觉得无所谓，反正山上的家暂时住不了人，在镇上不安全的话，就住到县城也没所谓。咱们从府城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毕竟过完年我要去县城读书，你一个人留在镇上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打算让你和我一起去县城住。城西那个宅子是留给上队的人用的，咱们长期住肯定不合适。前天见到李管事的时候，已经让他在县城置办个宅子了，那样大家都方便。兰草无所谓，住哪里都行，反正县城离镇上也不远，他想回来随时都能回来。魏康离开封家之后，径直回了客栈。他还记得兰草昨天交代的事情，医馆里那几个受伤挺重的几人是冲着自己来的。他不想直接面对医馆那几人，而是花了几个铜板，请客栈的小二替自己去请齐大夫过来，自己则安心的在客栈里等着。只是他还没等到店小二带着齐大夫过来，却见到蓝安平气势汹汹的闯了进来。咋了？脸上不疼了？这人过来想再比划比划？他可是一点都不怕这个老二，从小就打不过自己。说是不是你扒了咱爹的坟啊？蓝安平瞪了魏康一会儿，见对方依旧一脸坦然地坐在椅子上，这才气愤地找了个地方坐下，拿起桌上的凉茶就往下灌。什么？你爹的坟怎么了？魏康一脸不敢置信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我说是不是你扒了咱爹的坟？哎呦，就算那老头子生前缺德了一些，这人都死了，怎么还扒了人家的坟啊？这缺了大德了，也不怕遭报应啊？魏康嘴上骂骂咧咧，脸上的表情也异常悲愤，但是眼睛里却没有很多怒意。怎么不是你干的？蓝安平见魏康这反应不像是在做戏，有些疑惑地问了一句：蓝老二，你说什么屁话呢？这事能是我干的吗？就算我现在早已经不是蓝家人，怎么着身上还流着蓝家的血吧？怎么可能去扒那老头子的坟？魏康再次跳起来，指着蓝安平大骂起来：不是你还能有谁啊？那天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你心里有多恨老大的，恨咱爹的。老大能和老爷子比吗？我再怎么恨他们，也不会动老子的坟的，那可是要被天打雷劈的。你个猪脑子，我还说是你扒的呢。怎么可能是我干的？你可别胡说啊！蓝安平哪里敢接下这么大的罪名？不是你那就是我了。你是不是见我这么多年没回来好欺负，会给我安个罪名啊？哎，别，有话好好说，你可别动手，咱有话好好说。蓝安平见魏康已经气红了眼睛，也知道自己冤枉了对方。对不住啊，老三，你先歇着啊，我回去把老爷子还有老大的坟整整。记得明天去家里坐坐哈。蓝安平有些讪讪的给魏康赔了个不是，就想着告辞离开。好，你先回，随后我也去老爷子坟上看一眼。既然知道了，不去也不合适。魏康嘴里跟蓝安平客气着，脑子里已经飞速运转起来，或许这件事情可以利用一下。送走蓝安平之后，魏康便坐在自己房间里沉思起来。老爷，齐大夫来了。哎呦，齐大夫来了，快坐快坐。大方，上茶。你这是想啥呢？那么出神。哎，遇到了一些麻烦，正在想办法处理呢。听说你昨晚去医馆了，怎么没等我忙完就走了呀？齐大夫并没有接魏康的话，他只是一个大夫，能做的有限，别人遇到什么麻烦他一点都不想知道。临时有些事儿就先离开了，正好那会儿医馆所有人都忙得不行，说是有几个人受了重伤，他们现在怎么样了？顺势打听起昨天那几个人来。那几个人受的伤都不轻，最重的那个现在用身片吊着命呢，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那些人已经商量着把人带去县城医治了。魏康听他这么一说，心里便有了底。齐兄，再给我把脉，看看方子要不要调整。这2天感觉身体好了许多，比之前有力气了。恢复的不错，今天给你换个方子，3天后再来把脉。那就多谢齐兄了，一会儿让大方跟着回去抓药，也免得平安再跑一趟了。也行，让大方跟我们一起回去。魏康低声叮嘱了大方一句。大方刚刚已经得到魏康的暗示，一定要让那几个在齐大夫那里养伤的人看到他，只要看到他，那几个人自然就坐不住了，自然会跟着他出来的。于是大方在到了医馆之后，借口上茅房，在后院转了一大圈，还特意好奇地看了看每一个房间，确保房间里的人能看清楚他的脸。当他带着平安抓好的药离开医馆的时候，果然发觉身后有人跟踪，他就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现，晃晃悠悠回了客栈。直到他回到客栈2楼的房间里，他和魏康一起看着守在客栈外面身上缠着布条的2人，这才一脸疑惑地问起来：老爷，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人引出来？他们可都是想对您下黑手的。哎呦，我的老爷啊，你行行好，就告诉小的吧，要不然小的要急死了。
急什么？我敢让他们跟上来，自然有办法解决他们。你找回来的药呢？拿给我。魏康并没有正面回答大方的话，而是伸手向他要刚刚从医馆带回来的药，之前抓的药还在手里提着，赶紧递给魏康。出去吧，不用管外面的人，该干啥就去干啥去。等到大方离开之后，魏康这才将几包药全部打开之后，他从其中一包药里翻出一个小小的纸包，将小纸包收进怀里。这个小纸包里的东西是他专门找齐大夫要的。就在之前对方给自己把脉的时候，当时谁也没有说话，只不过他用茶水在桌子上写了几个字，没想到齐大夫还真的就把东西给他带来了。当然这包东西的价钱不菲。另一边不放心的大方一直在门口徘徊，跟个无头苍蝇一样焦急地乱转。他们这次出门只有3个人，虽然他们3个都会些拳脚功夫，但是老爷大病初愈，还要喝药，老高年纪稍大，只怕腿脚没那么利索，唯有自己还算能打，希望这一次不要发生什么大事才好。知道他这是在替自己着急，便出声喊了一句：大方。下一刻大方就跑了进来。老爷，您有事吩咐？去把药熬上，喝过药之后我们去李家庄一趟，看看老爷子的坟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爷，咱们还要去李家庄，还要上山，这后面可是有尾巴的。老爷怎么会选这个时候上山呢？快去，老爷子虽说已经不在了，到底生养了我一场，他那里出事我还是要去看看的。是，小的这就去。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一直守在外面的2人，不是他着急要处理这些人，而是不想因为自己没处理好这件事，转而给小草带来麻烦。他看得很清楚，小草对于认不认自己这个亲爹其实没有那么在意，如果因为这个再给他惹来麻烦，只怕他更不待见自己这个亲爹了。他不经意间扫到放在自己床头的那个竹筒，心里更多了一份坚定，他为那个孩子能做的真没多少，一定不能给对方带来麻烦。大哥，刚刚过来抓药的人就是跟在那个倒插门身边的大方，我和刚子已经跟到了客栈那边。真的？有没有见到那个入赘的软蛋？姚家其他几房人一点都看不上魏康，连同他们身边的下人对于魏康的称呼也是五花八门，什么软蛋、入赘的、倒插门的都有。看到了，我刚刚一直守在客栈外面，发现那个倒插门的在2楼的窗口站了一会儿，跟大方在一起说话呢。他们一行人来到清溪镇之后，可真是吃尽了苦头，兜兜转转好长时间没找到魏康，还差点把一群人的小命全交代在这里。床上那人听了这人的话，眼睛也跟着一亮。他发现了你们没有？没有，我和刚子哥都小心得很，他们不可能发现他。回来报信那人自信得很，那个大方就是个傻子，从医馆回去一路上晃晃悠悠，还在半道上买了个馅饼吃，哪里像是察觉到被人跟踪了。行，你们还回去守着，我们这边就准备离开医馆。反正那个什么狗屁大夫也说老大的伤太重了，咱们正好借口去县城治伤，离开这里。对，还有那个小伙计一直臭着一张脸，都不让老子动一下。之前我出去的时候他还拦着我叽歪了半天，咱们快走，凭咱们这么多人解决那个软蛋要回府城。可是大哥伤得那么重，到底行不行啊？总不能让大哥跟着我们一起去收拾那人吧？我看这样，咱们把大哥安置在咱们的马车里，把他放在镇子外面，直等我们解决了那个倒插门，咱们直接就离开。我看行，不能让医馆的小伙计一直看着我们，要不然什么事都干不了。行，就这么办，我们把大哥放在马车上，留一个人守着。我留下来照顾大哥。如果兰草在这里的话，就会发现这人是他之前见过的，正是被斐月抓住的那人，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方又被放了，已经回到了这些人中间。他这会儿自告奋勇留下来看守受伤最重的大哥，其他人竟然也没有反对。众人七嘴八舌讨论着接下来要进行的事情，一致认为要先离开医馆，再做出离开镇子的样子，然后再找机会潜进来，对住在客栈里的魏康动手，这样就算魏康出了事被人发现，也不会有人怀疑到他们。于是一行人开始行动起来，不顾齐大夫还有平安几人的阻拦，执意离开了医馆。魏康3人吃了些东西，他又喝过药之后，叮嘱2人带防身的家伙，便大摇大摆出了客栈，往李家庄那边过去。老高听从魏康的吩咐，在路上把马车赶得并不快，足以让咬牙跟在他们后面的2人跟上。你咋回来了？之前不是说过2天回的吗？之前不是听你说老爷子的坟出事了，就想着回来看看。虽然这些年一直不在家里生活，到底是生养了我一场，哪里就能一点都不挂念呢？他的话说得很漂亮，郎安平的脸上立马多了些笑意。算你小子有心，走，我去拿上铁锹，咱们这就上山。
蓝安平也不墨迹，直接转身去拿铁锹。记得给我搭一把呀，我也想尽份力。魏康笑着对蓝安平喊了一声，同时还有余光扫了一下马车后面已经气喘吁吁的两人。他还不知道后面跟着他的几个人这会儿早已经把他骂了许多遍，这好好的客栈不住，非要去什么乡下。他们才刚刚把老大放进马车送出镇子，这家伙就跑到这穷乡僻壤来了。浩哥，那倒插门来这里做什么？这谁知道呢？听说那个软蛋之所以会入赘到姚家，是因为他养父家里有儿子了，在之前就不知道了。这个我知道。听说那个入赘的是这一带东河村的人，被抱走养了，结果人家家里有了儿子，就把他给打发出去了。东河村好像不是刚刚去过的那个村吗？他们这是要干嘛？还要上山不成？苍天哪！现在提起上山，我这腿肚子都开始打转了。妈的，人上山是要去找死吗？二哥，他们有4个人呢，怎么行不行啊？哎呀，你傻呀！你手里的刀是摆设吗？可是这刀用着一点都不顺手，这镇上的铁匠铺里真是没什么好东西。这个破地方，你还想要有什么好东西啊？怕什么？咱们几个虽然都受了伤，但是好歹都是练过的，哪里就能怕他们4个了？那几个也就大方和那个赶车的会些皮毛功夫，剩下一个庄稼汉，一个窝囊废，怕个球。小三啊，你今天怎么了？爬个山都走不动道了，这么慢？哎呀，蓝二爷，求求您可怜可怜我家老爷吧。他这可是刚刚放下药丸就赶过来了，之前可是病了快20多天，一直耽搁在路上，这一次回来差点要了我家老爷半条命呢。等到两人到蓝家父子的坟地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大方和老高并没有待在这里，而是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打算切断那些人的退路。不是说老爷子的坟被人扒开了吗？怎么里面也是空的？人呢？不知道呀，我今天一早过来，打算把老大的坟给整一下，重新填起来。谁曾想，竟然见到老爹的坟也被人动过了，一时气愤就跑去镇上找你了。老二，你会不会功夫？你问这个干啥？我倒是跟着几个大舅哥学过几招，不过还有些拿不出手。那你一会儿躲远些。魏康说着，已经抽出一直藏在身上的短剑，做出一副准备战斗的姿态。小三，你这是干啥？发生了什么呀？你带着铁锹先躲一边去，有麻烦跟着来了。魏康推了蓝安平一把，目光死死地盯着来时的方向。小三，你这是咋了？什么麻烦？你别吓二哥呀！来不及了，这事完了再跟你解释。魏康再次推了一把蓝安平，然后恶狠狠地说：先藏起来，要不然你出事了，可就见不到你的2个儿子了。以后我就照老大对我女儿那样对你儿子。蓝安平被魏康这么一说，心里就是一紧，同时也嘀咕起来：难不成真的出了什么大事了？紧接着他又想到自己的2个儿子，便顺势往后退了几步。不过他并没有躲起来，而是就那么紧握着手里的铁锹，跟魏康一样，眼睛死死盯着来时的方向。就在这时，一个嚣张的声音传来：呀，我们居然被那个软蛋发现了！没想到啊，居然已经等着了。发现了又怎么样？难不成还想逃回去？别做梦了！好了，别说了，把人解决了，我们还要带大哥去县城呢。蓝安平这时才发现，7、8个有些狼狈又有些嚣张的人出现在蓝家坟地所在的山坳里。哼，就凭你们，你想把我怎么样？要我还真是异想天开。哈哈哈哈！哎呦，笑死我了！这个倒插门的还会耍剑，也不怕丢下来砸到脚了。哎呦，兄弟们，这软蛋手里的剑是我的了，都不许跟我抢！来人无比嚣张地嘲笑着魏康，就连他手里的短剑已经被认定是他们的了。只是魏康的脸上并没有显示出羞恼来。这么多年在姚家，他时常听到其他几房的下人这样说，早已经习惯了，早已经不在意这些了。倒是他身后不远处的蓝安平，这时候的心里却是五味杂陈。他一直以为小三出去享福了，哪里想到他竟然要面对这样的侮辱，气得他抡起铁锹就冲了出去。混账东西，敢这样骂我兄弟，看我不打你们！旁边的魏康见到就这样冲上去的蓝安平，心里稍微感动了那么一下，这才也跟着冲了过去。见到这个架势，那几人也跟着摆开了架势，只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只一个照面，魏康就撂翻了他们当中战斗力最强的二哥，这下子让众人都有些傻眼。就在他们开始慌乱的时候，几人当中伤势偏重的小毛也被蓝安平一铁锹给拍翻在地上。大家小心，细微的力气大得很。倒在地上的二哥焦急地提醒大伙儿：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软蛋有这么大的力气？失策呀！早知道就不该这样轻敌的。自己摔的那一下着实不轻，战斗力大大减弱，也只能提醒兄弟们小心一些了。他们已经又有2人被魏康踹翻，倒是蓝安平泄了最初的气势之后，
被对方打趴下了，竟然一时起不了身。妈的，愣着干什么呀？快上弄死他！二哥从地上爬起来，招呼众人打起精神围攻魏康。小三，小心啊！直接抱住一个腿脚不便的小个子扭打在一起。就在两边打得如火如荼时，大方和老高也冲进了战圈。他们刚刚先藏了起来，然后确保跟踪过来的人全都到了坟地，没有遗漏之后，这才杀了过来。随着两人的加入，再加上他们手上都有刀剑，那下起手来可谓是刀刀致命。他们很快就将跟踪过来的所有人都制住了。这些人这会儿虽然还没有全部断气，但是却也好不到哪里去，只一个劲的哀嚎求饶：“老爷饶命啊，饶命啊！老爷，小的们错了，求您饶过小的们一条狗命吧！”哎呦，我的腿断了，疼死我了！老爷，求求你放过我们吧，这都是五爷交代的呀，不关我们的事儿啊！面对这些人的求饶，魏康一点都不为所动，也没有打算审问他们的意思。此时的天色已经彻底黑下来，尤其是在这山里，即使有月色照亮，此时还是极为恐怖。老二爷，这事儿您可别管了，这些人跟过来就是为了要我家老爷的命，这要是把人给放回去，岂不是害了我家老爷？要知道他们身后的主子可不会放过我家老爷啊！蓝安平有些傻眼了，我只以为这些人跟小三有小矛盾才追过来打架呢，原来不是打架，而是要杀人。一屁股从那枯树干上滑倒在地上。此时的魏康顾不上蓝安平是怎么看自己的，大人先下山，我大方随后就下去。是，老爷。扶着他径直往来时的路走去。小三！可是他还是有些担心魏康的，便回头喊了两声：“老哥，你在前面等我，小弟马上就赶上你了。”魏康听到蓝安平惊慌不已的声音，还是回了他一句：“大方，抓紧时间动手。”魏康也不想在这里多耽搁时间。老爷，饶命啊！我们错了，饶命啊！不管那些人怎么求饶，全部都在大方挥出刀的那一刻戛然而止。把人扔坟里。魏康检查了一下，这次跟踪过来的所有人全部断气之后，大方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点头，然后利索的将已经没有气息的这些人扔进了蓝安庆和老蓝头的空坟里。魏康这才从怀里取出刚拿到没多长时间的药包，将里面的东西分别撒在两个坟里，接着主仆两人这才开始往坟里面填土。由于这会儿天色不早了，而且又是在山里，两人还是很紧张的。直到两人把两个坟头重新堆好，这才稍微缓了一口气。主仆两人快速清理收拾一番，这才急匆匆离去。魏康要追上蓝安平，将今晚的事情向他解释清楚，顺便带他去医馆包扎一下伤口，毕竟对方刚刚跟那几人厮打的时候受了不轻的伤。直到所有人全都离开之后，两个人影从不远处的树上跳下来，饶有兴趣的绕着刚刚被魏康整理好的两个坟头看了又看。行了，别看了，这边没什么问题，他们处理得很干净。那些是什么人？怎么就跟魏老爷起了冲突呢？石头憨笑着摸摸脑袋，替魏康捏了一把汗。刚刚他可是暗中出了一把力，要不然那几人还没那么快完事。府城姚家人无非就是为了那些家产而已。走吧，我们继续上山。绯月勾了勾唇角，他没想到自己为了让给自家姑娘出气，让人将老蓝头的坟给破坏掉，竟然就这么被魏康给利用了一把。算了，这样挺好，没有人会想到那老蓝头的尸骨已经被弃在深山里，而他的坟里却埋着几个陌生人，反正不会影响到我家姑娘什么，我也懒得去管了。要知道他们在崇山上还关了几个人，也不知道这会儿是死是活。另一边，魏康也追上了正一瘸一拐下山的蓝安平和老高两人。要说这蓝安平也是倒霉，原本前2天被魏康揍的时候就已经伤到了腿，歇了2天这才好了一些，谁曾想刚刚跟人厮打的时候又伤到了，这边走路瘸得很明显。老哥，你怎么样？没事，养几天就好了。今天这一遭，只怕是这个弟弟早就已经算计好的，自己可真是个大傻子，被这小子给糊弄了。老哥，你别生气了，听我解释行不行？然后低声下气的陪着笑脸。蓝安平现在才懒得理这个兄弟呢，冷哼一声，便忍着疼继续赶路。二哥，我这样做也是没办法，如果今天不把他们解决掉，那些人就会要了我的命。二哥，你总不会想看着弟弟我成了他们的刀下亡魂吧？怎么会？虽然我们兄弟2个不在一起生活，我也不想让你出事的呀。行，你说，我听着。二哥，我先跟你说说刚刚那些人的身份，他们姚家5房的下人，这次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是得到消息，听说并没有去查账，而是要回东河村。你也知道，前段时间这里来了一些外地人，其中一批就是他们。
而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找机会杀了我。什么？今天晚上如果我不把他们解决掉，随着他们在这里的时间越来越长，势必会打听到你和2个侄子的消息。万一他们找上门，你们一家可就危险了。刚刚那些人对着魏康说的那些难听的话，还有毫不犹豫就挥出来的长刀，现在他相信魏康刚刚的话并没有掺假。如果那些人不除，没准哪天就真的找上自己一家了。蓝安平这会儿也不气了，他抬手拍拍魏康的肩膀，有些同情地说：看样子你的日子也不好过啊。别看我现在衣着光鲜，进出都有奴仆使唤，出门也坐着马车，看起来着实有面子，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养父那个家里，我就是个多余的。养母和弟弟巴不得我死在外面，再也不要出现。虽说我是那家的儿子，之前养父对我还算上心，也很严厉。其实我自小不受养母待见，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铺子里生活，从小伙计做起，一点一点看人脸色。曾经我每回一次家就要挨养母一次打，最重的一次差点丢掉半条命在那个家里。后来我也不知道回去了，看成年之后，养母就将我赶出了家门，给姚家当了上门女婿。姚家所有人都看不上我这个入赘的女婿，无论我是不是当家人，他们都没有将我放在眼里。在他们家老太爷眼里，我其实跟其他管事没什么区别，反而因为我的身份，对我的防备更多一些。那些旁支族人更是想除掉我，好从主家那里分一杯羹出去。我在姚家也就是个活生生的靶子，什么刺杀下药都是太常见了。平时出门查账都有老太爷的人盯着，生怕我贪了他们姚家1两银子。这次更因为我怀疑那个孩子的身世，直接在这个时间将我赶出去查账，连年都不让在家里过了。魏康说起这些，眼睛不由湿润起来，他的心也是肉长的，哪里就不懂得难堪不知道痛呢？只不过形势所迫，他不得不低头而已。蓝安平听着魏康诉说着这些年来的辛酸，鼻头也忍不住有些酸涩。这个小三在外面还真是受了不少苦啊！我这些年留在东河村，虽然没有那么富裕，但是至少是在自己家里没有受什么委屈。没想到小三这些年居然过得这么不如意，受了那么多的白眼和嫌弃，也难怪他之前对那些人出手那么狠辣，一点余地也不留。下山的这一路上，兄弟2个相互搀扶着，魏康将他离开蓝家后点点滴滴都讲了一遍，不知不觉2人反而显得亲近了许多，完全没了之前那种生疏的感觉。爹，你来啦！小辉有没有捣乱？把它给我吧。蓝草很自然地踮着脚尖，伸手把有些迷糊的小辉从魏康脑袋上抱了下来，而此时的魏康却直愣愣地盯着蓝草，他的耳朵似乎出错了。刚刚好像听到闺女喊我爹了，你刚刚喊我什么？爹呀！蓝草之前在书房时也被丰盛提醒了，这才这么喊的。丰盛的原话是：既然已经认了这个爹，那喊出来又何妨？不用一直别别扭扭的。嘿，好孩子，好孩子。魏康原以为蓝草对自己心怀怨怼，只怕没那么容易认自己，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喊自己爹了，一时激动的有些语无伦次，一股脑把之前买的吃的全往蓝草面前堆。孩子，快看，这些都是爹一早给你买的早饭，只可惜爹来晚了，没能让你吃上热乎的。2人都很奇怪，齐大夫现在过来做什么？我跟你们说啊，我师兄从府城来信了，他讲了咱们离开府城之后的新鲜事儿。快说快说！齐大叔，你快说说，咱们走了之后，府城又出了什么新鲜事儿？来人，快给齐大夫上茶。齐大夫抿了一口茶，也不卖关子。我师兄说啊，咱们离开之后，这姚家闹出了好大的动静。好家伙，当天光是大夫就请去了好些个，还有官差都惊动了，直接将姚家给围了起来。是吗？他们家出什么事了？居然要请好多大夫、官差过去凑什么热闹？也不知道那姚老太爷得了什么怪病，全身是又痛又痒，每一个接触过他的下人都不能够幸免。那些个大夫啊，起初怕又是瘟疫，也就直接去报了官府了。齐大夫笑着摇摇头。啊，瘟疫？那到底是不是瘟疫啊？哪里是什么瘟疫啊？最后那些大夫已经否定了瘟疫的可能性，姚家女儿直接命人封了老太爷所在的后院，连同老太爷用的那些奴仆一起都全部控制住了，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齐大夫这会儿已经猜到姚家的事情应该有封家人的手笔，因此特意跑过来说了一声，自己那个亲娘居然有几分手段，直接就将姚家给控制住了。也不知道他一个人在家能不能压住那些人。魏康没想到自家夫人居然有这么大的魄力，敢公然反抗老太爷，脸上不免多了几分赞赏。要不你还是赶快回去看看吧，姚家五房的人都追到这里来杀你了，你家里的人他们能轻易放过？我确实得赶回去了。他在姚家这些年，
不说忍受了多少屈辱，至少姚慧欣对他还是很不错的，更何况他也为姚家付出了那么多。如果到头来被旁支那些人摘了桃子，这让他怎么甘心？魏康立马就下了决断，要立马赶回府城。如果速度够快的话，可以在过年的时候赶到家里，希望一切还来得及。是呀，爹，我也是这个意思。我这个亲爹在姚家受了那么多委屈，总要得到些什么吧。只是我才刚刚和你相认，总是有些舍不得。这有什么？有我在，还能让小草受了委屈不成？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武力，放眼整个清溪镇，能欺负得了他的，怕是还没有人吧？那好，等爹处理完府城的事情，再和你娘一起回来看你。他有些笨拙地揉揉兰草的脑袋，低头轻声说：好。兰草从随身带着的布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递给魏康。爹，你这一路可要保重身体，这小盒子里有几种常用的药，你带着以防万一。发现里面放了几个瓷瓶，都是一些常用的药。最让他惊讶的是，这里面居然有姚家老太爷的私章，还有姚家掌权人的信物。你这东西怎么在你这里？魏康差点没把手里的东西给扔到地上，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姚家掌权人的信物会在自家闺女身上。他是什么时候得到这东西的？这可真是天上掉了馅饼了。兰草这边还没想好怎么回答魏康的话，那边石头等在了外面，他身后还停着2辆马车以及10多个护卫。你们这是？回大姑娘的话，绯月姑娘安排他们把这些口供和这2人送回府城，这次一定要让李家和何家给一个交代。大爷临走前叮嘱过我们，把二爷和您送回来就立马返回。这边山上的事情已经完结，小的人也该回去了。正好你们跟魏老爷他们一起赶路，这样路上也能有个照应。魏康几人见到居然有这么多护卫同行，心里多少放松一些，这一路上的安全倒是不用担心了。老奴见过姑娘，姑娘晚安。费嬷嬷是吧？快起来。费嬷嬷也不扭捏，又朝着兰草恭恭敬敬磕了一个头之后，才缓缓起身，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双手递到兰草面前。姑娘，这是老奴的身契，还请姑娘收下。费嬷嬷的态度依旧恭敬，兰草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一个下人自己带着身契过来投奔，一时之间她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姑娘放心收着就是，这是主上定的规矩，以后过来伺候您的人都要带上身契。老奴昔日在太后宫中做管事嬷嬷，原本已经出宫回乡，奈何老家亲人全无，唯一的子侄也靠不住，便又卖身进了国师府，只求伺候在姑娘身边，日后有个养老的地方。没想到自己一个小小的山野丫头，身边的人一个比一个厉害。丰年、丰盛2兄弟原本就是京城贵人，只是暂时落难而已。还有丰收，现在也是府城秦家的2少爷。再有绯月更了不得，是京城国师府的人，而且身上还有品级。现在又来了一个费嬷嬷，更是以前伺候过太后娘娘的人。哎呀，兰草的脸上不由乐开了花。有这么多人在身边，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安心跟着嬷嬷学规矩，多学些本领，好好长大就行。就算是将来遇到什么事，我也不至于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处理不了。丰年从西北寄来的信是在过年前寄回来的，同时一起到来的还有一些西北那边的特产，以及一小盒5颜6色的宝石。兰草和丰盛头挨着头争相看丰年带回来的信，信上说西北的天气很冷，比他们以前在山上时冷多了，还说他到西北这段时间已经跟蛮子干了好几仗了，不过规模都不大，对方一点便宜都没有讨到。最后他表示不能陪2小只一起过年，有些遗憾，希望2人照顾好自己，要好好读书，好好练功，他明年争取回来看他们。看完丰年的信，兰草的眼泪哗啦啦开始往下流，他有些心疼丰年了。丰盛心里也不好受，他才跟这个大哥团聚没几个月，等到自己长大以后一定要去西北跟大哥团聚，兄弟2人要并肩杀敌。与去年过年的时候完全不同，今年家里的各种年货，兰草还没有来得及上手准备，就已经被刘婶给处理好了。他也只来得及跟着费嬷嬷捡了几个窗花，再就是和丰盛一起外出买了一些炮竹什么的。当他和丰盛、刘婶、绯月、乡里几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时，听着众人嘻嘻哈哈的笑声，兰草忽然有些难过，想到在西北受苦的丰年，还有在秦家的丰收，以及不知所踪的白霜，眼睛也有些湿润。小草，你怎么了？这大过年的正是开心的时候，怎么就不开心了呢？兰草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一滴眼泪吧嗒一声便掉了下来。
慌得丰盛赶紧上手给小丫头擦脸上的泪，自己的手上的面粉全都擦到小丫头的脸上，兰草一下子就变成了花猫脸。丰盛呆愣住了，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其他人这会儿也注意到了兰草脸上多了一块白色面粉，费嬷嬷赶紧起身找帕子给兰草擦脸。原来我脸上被小叔弄上面粉了。反应过来的兰草立马化身成了小老虎，直接朝着丰盛扑了过去，势必要将自己手上的面粉全部弄擦到他脸上。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就再度活跃起来，纷纷用自己沾满面粉的双手去攻击身边的人，瞬间屋里一下子多了好几个大花脸。众人嬉笑打闹的场景一下子就冲淡了兰草刚刚升起的伤感。让兰草意外的是，他居然收到了丰盛给他包的压岁钱，里面足足有5两银子。谢谢小叔，小叔过年好。第一次体会到当大人给小辈发压岁钱的丰盛也极为开心，感觉倍儿有面子。看着兰草的眼神多了几分看小辈的意思。兰草看看自己手里的压岁钱，又看看丰盛空落落的手里，谁让家里只有我们2个小主子，我这小叔的年纪也不大，正是领压岁钱的时候，如果大叔在的话，一定会给他也准备一份的。兰草便装模作样的给他包了一个红包。谢谢小草，我很开心能和你一起过年，这也是我过得最温馨的一个年了。我也很开心的和小叔一起过年。兰草这会儿早已经将之前的伤感抛到脑后，只在心里默默祝福不在身边的亲人。兰草惊喜的是，他在空间小屋的桌子上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小箱子。等他欢欢喜喜打开之后，发现居然是满满的一箱书。不过最上面放着的一个花生大小的金娃娃倒是很喜人，他知道这是爷爷留给自己的压岁钱，便爱不释手地把玩着金娃娃。爷爷，这些都是刘婶做的好吃的，您慢慢吃。好久没见到爷爷了，也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爷爷，你是不是认识国师府的人？肥月说我和他的主少师出同门，想来您应该是认识的吧。上次我还见到那个人把你之前歇息的小棚子收走了，不过他和爷爷一样留了许多书给我，还安排了肥月和费嬷嬷照顾我。爷爷，今年过年大叔和白姨还有哥哥都不在，心里还是有些难过。听到外间香梨起床的声音，兰草赶紧将金娃娃放好，这才从空间里出来。等到香梨从外间进来的时候，兰草已经将自己收拾好了，身上穿着绣房专门为他准备的大红色锦缎棉衣，还有专门搭配的红色缎面棉鞋，看起来格外喜庆。姑娘这一身衣裳可真喜庆，我托一个福娃。你也一样呀，这身衣服也很鲜亮。兰草早就见到香梨身上的新衣和头上的新头花，这是奴婢的娘一早就准备好的，这次回去一并带了来。香梨被兰草夸得有些脸红，不过依然笑得开心。费嬷嬷和斐月两人早已经等在院子里。兰草惊奇地发现，斐月今天没有再穿她那一成不变的黑衣，而是穿了一套浅蓝色同款的衣衫，头上的发绳也换了，整个人显得柔和了许多，让人眼前一亮。由于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大家晨练的这一项活动也暂时取消了，大家直接热热闹闹的相互拜年。今天的早饭也很丰富，刘婶儿算是拿出了她的看家本领，吃的一众人个个抱着肚子直不起腰来。饭后，兰草便和丰盛去齐大夫那里拜年。齐大叔，我来啦！整个人便蹦蹦跳跳的跑了进去。此时的齐大夫正在分门别类往药柜里装药材，这一次两人都得到了一份压岁钱。哎呦，小丫头来了，快进来！哎，小心些啊，这里面正乱着呢。齐大叔，我已经7岁了，可不是小丫头喽。哎，好，7岁了，是大姑娘了。兰草听到对方说自己是个大姑娘了，心里那叫一个美，然后喜滋滋的招手让大和将带来的2坛子果酒交给齐大夫。小草有心了，镇上的医馆有赵大夫坐堂，我也能够放心一些，便想着在县城再开一个医馆，离你们呢也能够近一些。小草想大叔了，随时可以过来看看。齐大叔，有什么帮忙的吗？把后院那些房间的桌椅床布收拾一下，前面都是些药材，你们也插不上手的。成，没问题，这事交给我们。说着便乐呵呵的带着香梨和斐月几个去了后院。有人能帮忙收拾后院，他可是一点都不客气的。哎呀，这小丫头就是有心了呀，不光人过来帮忙，还带来了这么好的酒，中午可得好好的招待他们一番。就去太和楼订一桌酒菜回来吧。怎么，
终于想学医了。在前面忙完的齐大夫走进后院，就见到扒着筛子往里看的兰草。也没有，就是发现这些药材跟新鲜的时候不一样。我只认识一些新鲜的药材，这些泡制过的药材还真是不好分辨。这有什么？你要想学认药材，随时都可以来找大叔。就算我不得闲，这医馆里不还是有平安的吗？到时候还有其他人都是可以教你的。齐大夫一直没忘记自家师兄的话，这孩子聪明机灵，又有家传的各种方子，不学医真是屈才了呀。他决定有机会就慢慢诱导这丫头。可是我要学的东西有很多，只怕不能天天过来。兰草此时被齐大夫说的有些心动。其实你也不用天天过来，只要2-3天来一次就好，全当是出来透透气，也不用学多高深的医术，至少有些药材要认得，一些外伤会处理什么的。要知道你们一家子呀都是舞刀弄枪的，这些呢也是必备的。听到齐大夫这么说，兰草是彻底心动了。是啊，我一家子都是舞刀弄枪的，学会医术，对我对家人都好。想清楚这些之后，兰草便对着齐大夫点了点头。那我先2天过来一次，毕竟家里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哎，好，